哎，大家好，我陈老师哈，刚才好像说没声音哈，来，我声音突然发现了，还好我回来检查啊，没有问题，有声音了哈。好，那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直播哈。那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才回台湾，好，说我们今天顺利直播好吗？这是老师去上海办了，本来应该办很多事情，就办不多，为什么呢？上个礼拜各位知道哈，老师在上海的时候啊，老师的那个网站的主机商啊跑路了。那跑路了之后呢，所有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存档啊这些东西想办法捞回来。那这个事情啊，其实在国外的主机啊闹了蛮大一个风波。所以说呢，这个他很多人都急着去把他的东西捞回来，因为做网站不容易嘛，还有一些系统啊、小程式在里面。所以说每个人都去捞的状况之下，老师就变成了去上海10天啊，有7天的时间在捞资料。我7天时间都在捞资料啊，捞资料库啊、网站数据啊等等之类，还有最重要是各位的一些课程内容。所以说啊，之前呢本来已经做好了三角方法的一个防这种事情状况发生。结果人一老，你知道怎么样呢？就觉得啊，我做那么多防御，这么多年没用到，对不对？干脆全部把它放在一起。结果呢，有这个想法之后呢，他妈的就出事了。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来去整理那些东西。那还包含就是说，有些贵客在上海也要找老师来服务一下。所以说就变成是说，课程就没办法顺利的上架，不是因为我忙没法上架，而是我系统有问题没法上架。所以说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已经上了第4节，那今天也上了第5节。那各位在看内格局跟外格局的时候，这很重要，你一定会错啊，你一定会错。为什么？因为定位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作业一定要交。那作业交的话，你可以跟老师联系，发老师信箱，因为我们往来之间的数据啊才不会丢失，好不好？我再教你怎么去定位，才有办法去理解。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先教你内格局定位，你要教内格局的作业。下个礼拜我们再上其他的一些解释的时候啊，你要教外格局的作业啊。我们作业一定要教，你不教你定位不行，你其他学都没有用。你不要跟我讲，你以前学过什么很神奇的一些风水局数啊，哈，什么藏经、地藏什么藏经啊，或者是你学了什么蒋氏风水啊，那些都是非常一流的风水学，但是你定位定错了，你他妈就完蛋了，好吧？定位是所有风水学里面最重要，所以记得要去定。还没有去购买老师这个风水课的老师，在暑假结束之后要涨价，本来应该前2天涨价的，但是就是因为老师更新速度没有想那么快，所以说我们会延后一段时间，然后之后我们就会涨价，好吗？那至于是说很多人来问老师这个中原普渡的这个事情啊，那也不着急，好吧？中原普渡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一定是要等到大概8月的时候我们才会公布，好不好？因为他这次的中原普是在9月，因为今年闰6月嘛，好，闰6月就会有这个样的状况产生。好，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主题哈，不要拖大家太多的时间。首先呢，我们就看了昨天大罢免的事情啊。昨天大罢免，老师中午在大概2点3点我才到台北，所以说呢，我也没去投票。为什么？因为我在新店没有办法，也不用投票，都没有大罢免这个大罢免这个事情啊。那大罢免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一开始跟各位去讲过一件事情，大罢免这个事情啊，其实它的意义程度是蛮低的。为什么？因为你就算你真的是国民党被罢掉了，哪怕像柯建铭所讲的啊，你罢10席是大胜利，罢6席是小胜利，对不对？那即使是这样状况之下，你还是要补选啊。对了，你补选基本上你要过的概率是极低的啊，补选你说你能够去把国民党的地盘全部抢过来，这概率是极低的。它只能是怎么样呢？只能是说在这个补选的一个之前这些缓冲时间呢、他尽量赶快通过他所要的法案。啊，因为他就说罢免掉之后，他们就变成相对多数，那状况可以去运作，他就可以去取得一些，赶快把法案通过，然后达成他们的目的。那我相信，我们不能说他是民进党的这些法案是错的，我没有这个意思的，我们要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党嘛。只是说啊，其实这个事情啊，你到最后你还是会回归到重点，就是在于这些人本来在地方上就已经有了他的民意基础了，你先把他罢掉的概率基本上不高之外，还有就是说你要补选，你也不大可能赢，所以你只能赢的什么？赢在前面这一段黄金时间，就是说你可以赶快通过你所要的法案，然后尽快的把它通过，那后面呢你就可能就放着。因为省预算嘛，省预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状况，所以说这个结果是这样。那前面还有一些823的第2次的一个7席立委的大罢免这个事情会不会通过呢？其实按照目前来看啊，你要罢免掉严家，我觉得很难的事情。还有就是说你江启臣你要把他罢掉，这状况也是非常难的事情。这2个基本上你要说他会被地方处理掉，我觉得概率性不高了。哦，真的概率性不高。那加上其他另外5个的话，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就算罢掉那5个啊，对你整个局面来讲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罢免之后，国民党加上民众党加上无党籍立委加起来的势力啊，它还是比民进党来的大。所以说你只罢掉5席嘛，后面补选，如果你要就真的给你选上2席的话，那你对整体的环境你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度。
所以说啊，李大罢免这一次失败，那等于就失败了。其实我觉得啦，他们可能一般的估计是这一次可以罢个2、3席啊，因为他们最悲观的状况是这样子嘛。然后下一次呢再来一个2、3席，那他们是不是可以达到6席？那么就可以过半的概率就有这个机会了。那目前为止，现在看来是全败哈，这个我没有想到会全败，因为我没有关心这件事情啊。有人说老师你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说没有去讲？没有吗？我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回来才去说，哎，我才问今天老师说，啊，今天是不是大罢免？你有没有去投票？说我们这个区没有。但是我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因为我的咨询处在台北市大安区嘛，民耀百货那个地方，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去啊，看到有那个投开票所，那我觉得，哎，今天好像大罢免，那我们就进行下去吧。结果晚上看了边写那个课程，把那个今天要上架的课程，把边修一下字幕，才发现24席立委。然后呢，我刚比较有意思，就是叶元之防线，然后叶元之过了之后好像就没事了，对不对？他也真的他妈过了，我以为他会被下来，你知道，至少下一个场面没那么难看。结果呢，全部都没有下来啊，包含了是新竹市长啊也保住了，等于是说他整个25席全部完胜。啊，这个完胜这个事情啊，那当然场面就变得非常难看。哪怕你只赢一个你都可以说公民力量展现。但是如果你全败啊，你后面基本上你在做什么事情改变不了什么。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啊，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因为你苏轼他们我们的党。不能说他输了，就是说，他激起这个公民的力量啊，他是十分的成功的啊。那国民党他也十分的成功，两边双赢吧，好吧，我们就这样讲双赢，好不好？那有些事情我没有像馆长那么样的有 background， 我只能说双赢的局面其实也是不错的，好不好？就连3赢了，连民众党也算赢的，因为民众党做这些事情，他的高虹安他也守住了，我觉得。3赢的状态吧，好吧，这个各自有各自的赢法啊，哪怕是精神胜利法，那也是胜利的，对不对？至少我们自认为我们没有输就可以了嘛。但是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法治基础上面了。这个大罢免一旦失败，那后面很多事情的法案你就不好通过了。那有人跟老师去讨论这件事情啊，有些比较澎湃的一些粉丝跟老师讨论是说，那个之后啊，那民进党会不会成立一个所谓类似军机处的东西，就是越过了这个所谓的立法院还有行政院的管辖，然后成立一个特别单位来去执行他们的所有的一些他们要做的权利跟事情啊，就像以前的那个警总一样啊，等等之类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啦，警总那个字我不是很熟，大概就是那样的状况，就是他越过所有被监督的单位啊，就成立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去做这些状况。那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容易达成的，各位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任何的国家单位要成立啊，你就必须一定要有预算，这么简单的事情。好，一定要有预算，你没有预算，你这个国家单位你是没有办法运作的。你要有钱，要有人，要有地，你要有编制内。所以是说，你没有是说你说你成立一个单位，然后就可以越过这个，比如说什么委员会啊，然后你就可以越过这些立法院的监督啊，或者是你行政院的管辖，那是不行的，因为你说有钱。那有人就在那个有些同学跟老师讲说，老师那不对啊，这些所谓的青鸟、所谓的霸团，他们的资金来源在哪里呢？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些所谓的民间力量一定是有人捐款，谁捐的不重要，一定是有人捐款，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嘛。但是这种团体是不能够长久运作的，因为它没有所谓的行政权。所以说，你所谓的民间团体，它即使是有人在后面大力的去支持这些资金，它也没法运作很久，因为这个所谓的一些资金来源呢，你不可能一个持续做捐款，你捐款你也只能发表你自己的民主力量，你的民意的声音，但是你没有办法发挥出什么，你没有办法发挥出是说你对任何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你即使再来一次什么某某花的事情，那它也没有办法持续在那个地方影响，或是之前的很早以前、很古老以前那个倒扁案那些事情，它也是必须要有人去给他钱，但是能不能久没办法，因为它不是一个政府机关，你没有政府机关，那你就没有这个行政权，没有行政权，你也不能干预任何事情。比如说像我们台北市在大安区那边有一个所谓的反威权时代、反白色恐怖时代什么委员会那个我搞不清楚那个东西啊。那有时候经过那边啊，什么某某国小那边经过那边放了那个什么侵权啊，什么白色恐怖时代什么东西的。但那个委员会它时开时关，为什么？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单位，但是它是有编预算的。它编预算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蔡英文总统的时候，它编的预算，对不对？蔡英文总统之后，他有编预算，因为他们立法院他们有大部分的人去通过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编的预算，他就可以运作。那懂我意思吗？他那个所谓的无论是228委员或者任何威权时代什么受害者权利名誉恢复基金会，好像是这个吧，好像是这个吧。
对不对？那你必须有预算去推动它，它才能动。如果没有，那它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现在能够做的，立法院能够做的事情，就只能够去说你的预算你必须要去可以严审，就是说这钱你不能够无限的去筹用一些特殊的单位哪怕是私底下筹用，或者你变个条例名目去一些资助他们那个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像美国的 USID 它本身里面一些资金的项目，为什么被马斯克拿起来觉得很荒谬呢？因为它本身的题目就很荒谬，但是它透过这个白手套去资助一些在其他国家当地的一些特定团体，他就可以在那边操控他们的舆论，然后形成他们的一个反政府的势力等等之类的。那是美国的，我不是说台湾我说美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需要是说你预算要审得牢，审得牢的话，那你的钱才能够拉得住。那这次大罢免一旦是在在野党胜利的状况之下，那么审预算就变得比较严重的事情。台湾的目前为止这跟美国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国的政治圈它采取的是什么呢？采取的不完全是敌对的一个政策，你在台面上敌对，但是你在台面下其实基本上他们是互相分赃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输了，你只是在参议院或者众议院或者总统输了，但是你在地方上你还是有势力。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们的政治的权利不是只限于在他们的一个参议院或众议院或者总统上面，你的地方的实力也是要有。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不是只靠了是说我专门就去在这个参议院、众议院去做这些事情，他们的地方上的势力跟派系还是有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还是必须要在私底下去合作。那么要私底下合作，那么他们私底下就得必须关系好，然后呢，在场面上我们走个形式来做对抗。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在台湾不一样，台湾的地方太小了，你知道吗？你总共才2300万人，2300万人现在有没有往后收我都不知道了。那就算是2300万人你地方势力其实是极其有限的，对不对？你像之前你资讯不发达的时候，你还有所谓的三重帮或者是什么永和豆浆等等之类的，你还可以分。那现在并没有这么容易去分，因为你的人口基数没有这么多，而且地方上的油水也没有这么多了。过去我们是走地方经济的一个时代，但是现在走的是一个网络经济的时代。你走网络经济时代的时候，你就很需要是说你自己区域以外的经济合作。所以这个状况就变得比较严重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的风灾，或者是我们的过去的震灾它就需要中央跟地方之间互相合作，还有你外县市的人能不能够来驰援，那这个状况就变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到，即使大罢免赢了，那么能够做的事情，你只有监督预算。其他事情你很难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有人说我们的一个立法院长总统派他必须要总辞，其实总不总辞我觉得结果是差不多的，因为你辞了上来的人还不是那一批嘛。我说实在一点，台湾无论是哪个党执政都是一样的。你既然是执政党，对不对？定于一尊了，那么你辞掉，你总辞完了，你上来还不都是那些人？你不可能像之前陈水扁第一任的时候，他第一任行政院长是唐飞嘛，唐将军。对不对？那你是过渡的，后面呢？那你在陈水扁政府状况之下，一年换一个行政院长，那台湾有治理比较好吗？其实也不能说不好了，这样讲好像是得罪谁反正都差不多，对不对？你就没有说没办法做些长足的建设，就是因为我们只能顾现在，我们不能顾以后。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再看这次大罢免的结果，我们就要去明白一件事，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你的执政权力在谁的手上，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外面的环境非常非常的不好。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8月要面临到了我们的美国的关税制，美国的关税制其实现在对台湾的基本上老师认为你没有办法去跟日本比太多等于说我们可能只有半导体还是被豁免的状况概率会有，因为你克半导体等于说克他美国自己嘛。但是其他的东西呢大概率我觉得大概20-30%的状况是跑不掉。20-30%其实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讲，台湾最出名的并不是只有大企业，台积电这种高科技产业，我们台湾最大的竞争力其实在我们中小企业，就是我们的一些工厂。像老师的家里也是做工厂出身的，对不对？就现在我爸跑去卖燕窝了，因为我们家在越南有几个小燕窝的房子，对不对？变成卖燕窝，他老人家在那边搞燕窝，也不知道搞什么，是不是？它就变成是说，台湾最重要是盖工厂无论是什么螺丝电缆、电线比如说太平洋电缆电线，然后就是其实他们的市占率是蛮高的，还有一些精密的一些五金器械其实特规的这些东西其实对市场上还是很大的动力，还有一些机械类的东西。但是目前为止，如果他们的能继续运营状况之下，它也经不起你这么高的关税，因为利润就没有这么高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过去的大概40年前你开工厂，你的利润你可以抓3倍都没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是人能够做的人不多，但是市场的需求度很大，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那个需求面大过于你供给面，所以说你的东西可以卖利润很高，而且你原物料很便宜，那你利润就可以很高。所以说那个即使给你课20%的关税，那你也无所谓，你课来100%，那也无所谓。比如说台湾，你进口汽车的关税就是这么高。这么高的关税状况之下，你台湾人能不能买汽车，还是买得起，对不对？这个状况就是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能够体验到的就是说，我们就面临到美国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销的伙伴，那么他给我们扣那么高关税之后，其实我们的利润没有这么高，一般能够抓到10%的利润，你就已经可以是说，哇操，他妈这票真好赚。对不对？但是你超过10%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跟各位讲过，现在的资讯如此发达，企业如此的一个资本化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说大者恒大，小者恒小。所以是说，他给你单子的时候，比如说我是某某公司，我要给你下一批螺丝的订单，我下给你的时候，我就已经帮你算好，你这一单可以赚多少钱。这个是很现实的，不要说老是乱讲。你问一个随便开工厂的人，他都可以跟他说你是这样的。国际贸易现在就是这样，因为这里是工业制品，都是这样的。他给你下单，给你做代工，或是你去做 OEM、ODM 都一样，他一定可以知道是说你现在可以赚多少钱，你的所有利润都在他掌握范围之内。所以说你要么就砍价，然后要么就是你质量实在高的离谱，比如说像台湾很多的一些五金器械啊、一些电机啊，还是卖到中国去。为什么？因为中国他们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跟台湾竞争的，所以说台湾即使贵了一点但是他们还是会买原在这个地方。但是台湾卖给美国的东西并不是完完全全都有这样优势，因为我们还有日本跟韩国这样竞争者去做。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要面临到关税的问题啊，其实会给台湾的经济造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重拳的打击。而我们之前有谈过，台湾的经济其实是没有办法跟日本跟韩国去比的，因为他们的工业的强度不是只在单一产业部分，他们是有多线性的进行。比如说日本，它在高科技半导体产业还是给世界上是这都拔得头筹的，比如说光刻胶之类的东西，它还是拔得头筹的东西，还有一些尼康的相机啊等等之类的它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它不是只有汽车。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还可以维持久一点，然后找出一个什么？找出一个他们应对方法的措施。那韩国也有，韩国它是半导体，就是它的记忆体，对不对？它的海力士之类的记忆体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工艺水准它是比独步全世界的，它就是强。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赶上这两个国家？是可以的。未来3、5年，我相信可以赶过日本跟韩国。但是在这个之前，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台湾怎么办呢？台湾强的东西真的是不多，就像靠我们一些夕阳产业去做。台湾以前你还有成衣业，现在你有成衣业吗？那就没有了，对不对？石花业你也玩不过别人，那我们的店又没有核能，那我们要怎么跟别人去竞争呢？这个事情就变得极其有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大罢免这个事情啊，老师为什么后面只讲一次？之前只讲一次原因，第一个对我怕事，第二个对我怕我胆小，这个实际话我说真的嘛，对不对？我已经被弄到怕了，我真的很超怕的，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什么？那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你本身的竞争力是没有的，那么你即使大罢免赢或输，对台湾的未来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因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吃饱饭，就是经济要好，你经济要好，你再跟我谈什么民主、民生、民享、民主共和国之类的，那个你再去谈才有意义。没有钱赚的时候，你收入没有办法，老板必须要跑路的状况之下，比如说我的客户就主机商也是一样，对不对？他就跑路了，跑路你让他怎么办呢？那没有办法，他就跑路了，你跑路你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就没办法，老板跑路，你要就拿他怎么办？没办法，客户完蛋，员工也完蛋，对不对？那就跑了，那就怎么办呢？那大家只能重新找工作。但是我们全台湾有这么多地方需要跑外卖的吗？没有嘛。我们全台湾那么多地方需要找网约车吗？需要开 Uber 的吗？也没有嘛。台湾现在很多人都去考计程车司机，都是希望你下班的时候可以去跑一跑车，然后来赚一些兼职，然后做一些外快，对不对？问题是台湾的人就这么多。那有车的人比例又高，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养车的成本或者是一些停车的方面其实在很多其实跟中国比起来，我们还是有部分的优势。所以说我们买车其实并不是一件大事，对不对？中国买车你是结婚要买房买车，但台湾不是一定要嘛，对不对？你没有买房买车，买车是蛮容易的事情，你零头款都可以买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不容易去进行是说，让我们台湾你整体的经济可以持续的往上去迈进这个真的是有困难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大罢免已结束了，我们要回归是我们经济的一个议题。但是目前为止，以老师这个算命的我就是个算命的，好吧？我就是一个算命人状况之下，我看不到任何的前景跟未来。我真的是看不到任何前景跟未来。所以说各位，你一定要去注意到，你现在如果在台湾，你有点能力的，请你要先去学社会性技能，给自己预备住，好不好？给自己预备住，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优势？你现在没有，你去培养嘛，对不对？你不要说老师，我跟你要去来上 YouTube， 我支持你上 YouTube， 我也支持你去拍抖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以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手艺，手艺才能够决定一切。很多人说老师 AI 这个东西取代很多 ，AI 暂时没办法取代你去当个厨师，没办法取代去当修个水电。现在中国有新的发明，就是说他们那个炒菜机器人很厉害，但是你也不可能普及到每个都炒菜机器人做出来的东西啊。对不对？那也没办法，是不是？修水电你还得人去修吧？你要现在这个装冷气得人去装吧？你怎么叫 AI 来装嘛？不可能。所以说，老师为什么在前几年就告诉你是说，你必须要去学一个社会性技能，因为社会性技能你要服务老百姓的这些技能，你是没有办法取代的。至少在5年10年内，很多事情你必须人工去做。对不对？才能够大展宏图嘛，是不是？你要人工去做的事情，那你就有生意。所以说，为什么你想开计程车？因为他用出卖劳力就可以做的事情。对，韩德鲁一转一下，是不是我们就有钱赚？真的那么好赚吗？也没有，是不是？也没有，其实没那么好赚。过去可能好赚，现在没那么好赚了。为什么？因为去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在抢单，对不对？哪有办法那么多呢？是不是？你把那个某波是一个 APP 打开来看，你打开来看，你就知道你身边好几台单，好几台车在等单。为什么那种车都在等单？啊，因为就是没有单开嘛，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多人叫车，因为大家经济不好的状况之下，大家也是能省则省嘛，我就不一定要叫车嘛，对不对？我早点出门搭捷运行不行？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怎么样？我去旁边去租个共享机车行不行？在台北去共享机车很容易嘛，是不是？哦，那个租一下，花个几十块，你就嘣就出去了，对不对？我去接小孩上下课的时候，我也是骑一个共享机车就嘣就过去了。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共享单车，共享机车去啊。那不是容易吗？对，就这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去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所以你现在真的在还没有弹尽粮绝的状况之下，还没有你所谓的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下，请你无论你怎么状况，你只要已经到达了32岁以上，请你赶快去学你的社会性专长，让你的双手、你的技能，你还有碗饭吃。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要问我说哪个好，只要能够服务老百姓的，它都是好工作。你开车这个太多人去了，你现在要去考那个多一个什么计程车的营业牌照，你还得排队呢。以前需要排队吗？不用啊，当天只给你跑完流程了，对不对？20年前当天给你跑完流程了，早上去考一个那个职业驾驶人，然后下午就去考一个什么，就排队就可以跑到时间比较对，排一个就可以考那个计程车的营业执照，是不是？那就可以了。现在有办法吗？没办法，那考那个计程车营业执照，那跟排队考高中考大学一样，每一场都很盛大啊。对不对？那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去称，就是说我们再看看，你就出事了。我跟你讲真的，再看看就出事了。不要以为台湾会一直维持现在的状况之下，只是上面换人，我们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台湾的危机已经到达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抗整个世界的转动。这个我很明白的告诉你，危机就是危机。你在台湾，你就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如果你在台湾以外的台湾跟中国以外的地方，你也必须要去做这些社会性专长技能，因为全世界各地，包含洋人政府，他们也在裁员。不要说只有台湾或是在中国大陆有裁员，我告诉你，就是连洋人的地盘，哪怕是美国、欧洲都在裁员。为什么？因为他就没有这么多的税收，你叫他怎么样去养你这么多公务员，怎么样去给你这么多的福利呢？会去砍这些福利的，不是只有阿根廷，也不是只有美国呢，很多国家都在砍呢。我跟你讲，真的，你不要以为都是说啊，我们梦想之间听到什么啊，那个德国的福利很好啊，他养你一辈子啊，然后老板也不敢对你怎么样啊。我告诉你，那是经济好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经济好的时候，政府养你，老板不敢动你，是因为他不动你，他也有钱赚，对不对？我只要不要缴罚款就好了，我就没有事情了。你不需要去得罪一个员工，然后跟他打1年的官司嘛，不用。但是现在如果没有钱了，裁你那是刚刚好的事情，我公司就结束掉就好了，是不是？所以不要听那些所谓的移民的这些黑中介或者中介跟你讲啊，洋人地方都是好，我告诉你，你是完蛋的，也是完蛋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有手艺，无论你是做什么，无论你说啊我在 IBM 上班还是在哪里上班，请你在世界各地，你无论在中国在哪里都是一样，哪怕你在欧美国家也是一样，你必须学第2专长制度。不要以为你在公家机关上班，人家不会裁你。老师的贵客在世界各地都有当各个国家的公务员啊，退休的很多了，是没退休的也很多啊，对不对？你以为真的能够像你的之前的人一样，你都可以干到退休吗？不一定，好不好？学一下你的专长技能，你才能够维持下去。这个是跟你苦口婆心去讲不要说政府一定会养你短期也可以养你长期他养不了了，这跟我们等一下谈到的事情是一样的事情，好吗？所以说台湾这个状态它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分裂点。一个就是说，原则上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它会采用更比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它如果不积极，它就等于被边缘化了。
很简单，因为大罢免这个时代，你现在再去多去举办 N 场大罢免，你把国民党60个立委里面扣掉24个，然后你继续剩下30几个，你逐一去罢免，你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嘛，对不对？那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24加7 31如果都没罢免成，哪怕你罢免一个，30个没罢免，那你再继续罢免剩下30个吗？那个也不可能啊，你还有区域立委罢不掉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抗，是说这个政府会陷入一个僵局，就是政府想做的事情，那你立法院不一定会让他过，对不对？立法院想做的事情，政府也会不配合。那么他只能力聘其境，把局势弄得比较积极一点啊，积极一点的状况之下，那么他才能够去行使他自己的权利，然后来去说他想干嘛就干嘛。好，这个一定是会有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就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格特质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之前我就说这个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伟大的民主救星，他的运势不是很好，原因就在这里。你看他运势好不好？不好嘛，对不对？就不好嘛，是不是？所以说还蛮糟糕的一个状况就会发生，好吗？所以我们不要去想是说赢了大罢免之后，台湾会有怎么样正面的改变了？没有，我们只是避免更糟而已，但是我们不会变得更正面，好吧？就只能维持一个现状啊，就已经很了不起，但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关税它不可能完全赦免台湾，那个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你要赦免台湾这件事，在美国的特朗普眼里面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没有这个意义存在啊。他赦免台湾干嘛呢？对不对？日本都不给你搞，日本给他多少钱？还给他买飞机，还给他买农产品，还要进口美国的米。日本有多少百姓啊？他拿这个百姓的人口基数跟他谈，人家才谈到这个样子。台湾才多少人啊？你怎么跟人家谈？你拿什么？拿2300万人跟他谈？每一个人一年吃他一袋大米50公斤吗？是不是有办法吗？你一年吃50公斤，你都吃美国米吗？能吗？有办法吗？我们去想这件事有办法吗？真的能够做到吗？就台湾人口基数少，你没办法去跟美国谈。你不要跟我讲这是守护台湾的民主价值这个事情，那是 bullshit，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也别跟我讲是为了去扶持台湾，然后去制衡中国，那也制衡不了。人家有3个航母，你拿个毛去制衡人家，是不是？台湾能够怎么制衡人家？我一直搞不懂。你现在很乐观，你怎么制衡？你告诉我，我怎么抢不到你台湾可以制衡中国大陆些什么东西？人家不要消灭我们，我就觉得很棒了，对不对？你怎么制衡 ？Look at my eyes， 对不对 ？Tell me why, baby why？ 对，很久没听到了，我来讲一下。所以要注意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不能够一直降下去，降下去是完蛋了，好吗？好，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继续下一个啊。对总统不信任，都有连入之路。总统你要连任状况，我觉得比较难了啊。我们现在总统连任状况基本上是比较难的啊，因为我是这么觉得啦。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两岸必须统一啊，不是必须统一，是有统一的概率是高达95%以上，好吧？就95%以上，好吗？就这样。所以说，你说你们下一任总统，我抢那些都多的了，好吗？台湾绿系的媒体那些人我们不说了，那个我是做 YouTube 的嘛，他也算我同行，我们就不讲这些事情，好吧？燕窝不错，我也觉得我爸燕窝不错，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没什么好，大家消费降级啊，那我也没办法帮他卖，好不好？我哪天我爸是说，我要帮他卖那个燕窝的时候，那我跟各位讲，在台湾人可以买，好不好？在台湾人我就卖给你，那应该是比较便宜的。我爸做的燕窝，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加什么添加剂了，你们添加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因为燕窝你采下来你都得洗它，不然里面都有毛啊，对不对？都有鸟毛。因为以前我太太怀孕的时候，她都有拿一些燕窝回来，那里面有些真的是有鸟毛。她说那个是出制品，然后她就最好的方法去挑，说不是像那种那些燕窝店里面，他们把它压得扁扁的，压得好很漂亮。我吃到燕窝都是很粗的，她说那个最快就是把毛挑掉，最原始状况下给我们。好吧，我也不知道吧，他有没有在卖，我再问他。如果有兴趣再留个言哈，老师看他有兴趣，我再跟他进一些回来卖给各位，好吗？这保证干净了啊，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东西，这我可以给你保证，好吗？好，来纯的啦，真的是纯的了，好吗？基孔跟可见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去讲哦。台湾每个月投票靠腰嘞。我说庞大一些没有，我换了一个镜头，所以看起来脸比较胖，那实际上是没有，好不好？我的体重是有维持，我每天吃东西是有固定的，我没有让自己胖得很严重啊，就是镜头的问题，好不好？因为我把镜头拉大，因为我换了一个镜头，就换另外一个镜头就感觉比较瘦，都可以的，好吗？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状况哈，第二个状况什么呢？在这个状况我们要聊到的是比较重要的是俄罗斯，那我们之后再谈到中国，好吧？我们一个一个来。
俄罗斯到现在的东西我们很久没有谈了哈。其实各位你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俄罗斯这样打起来，我们只知道它的攻击力都是很猛的，比如它的锆石飞弹啊，或者它又轰炸了什么什么地方。因为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我们要关心一些战争或关心一个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要从很多的数值里面我们去得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俄罗斯啊，它现在的本身他们自己的食物是不够的。老师之前不是说俄罗斯自产食物，百姓吃饱没问题吗？对，我讲的那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有问题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它马铃薯是必须要仰赖进口了。为什么？因为马铃薯是他们本地产的农业，是他们的第二粮食，除了大列巴之外，他们其他的第二粮食就是马铃薯。马铃薯对俄罗斯的百姓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本地产的马铃薯啊是不够吃的。第一个是什么？没有人收成。第二个是什么？最重要是没有足够的良好的种子。它是需要种子的。老师以前一直在想，这种东西不是说你拿马铃薯它自己一颗，然后可以变成无数颗吗？我不是做农业做，我的想法很简单。所以老师有些做农业的一些朋友跟老师讲是说，没有，好不好？种子是种子，作物是作物。你作物做下来的东西，你是没办法把它当成种子再去做。低阶作物可以，或是你要做成良好的一些品相的品种的，那你必须跟人家买种子，人家培育出来给你的。专门育种的那一株，那你去播种，它才能产出好的一个作物，不然你长出来的歪七扭八，或是可用可不可用的，那不一定。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大部分的国家你要提供的是欧美那个地方提供的一些种子育种技术啊。那中国他们现在目前也在尽力的摆脱这个育种技术的一个困境。那有没有摆脱呢？我们等一下再谈。所以说现在俄罗斯啊，它的种子量就不够了，所以说它的产量也产生了问题。第二个是产出来了没有人收割，所以导致他们的一个物价开始膨胀。膨胀的地方最重要在哪里？也是在马铃薯。马铃薯一颗啊，假设它原来是40块，那后来在俄罗斯市场上啊，它会变成需要你每公斤变成是100多块。100多块的人民，100多块的那个单价算好像是人民币，也有看到报告是人民币的，所以就变得很贵它就变成每公吨来什么，反正就是大概就是40比140吧币别我们就不用在意了，我就忘记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百姓就不堪重负了。为什么？就像你现在米价变成3倍，你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嘛，对不对？一碗饭现在变成一碗饭要45块，你能够接受吗？你就不能接受，对不对？那俄罗斯人也不能接受，所以造成他们百姓的一些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自己去种呢，包含了这运输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冷链。所以说很多事情啊，他们既不能种也收不了但里面就反映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农业上出了问题；第二个，就是百姓的民力出现了问题了。民力就是百姓的人民的民，力量的力，民力出了问题，因为有力量的人，青壮年都跑去战场上面了。是不是被征兵嘛？你去战场上面了，那么你一征一定去征那些农业人民，因为他们有力量嘛，没背景有力量，对不对？那些人去当兵更好。就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你就没法去收，所以他们现在的马铃薯从哪里来的呢？就变成了从中国进口，然后“一带一路”的那个铁路啊，直接透过中国的冷链“一带一路”直接运到俄罗斯去，然后在俄罗斯上架。但是呢，这个品种不一样，吃起来也不一样了，也不一样。所以俄罗斯的百姓认为是说，那个中国的马铃薯是不好吃的，但是看看价格，也只要之前俄罗斯的本地产那个价格，他们也就算了。因为便宜嘛，你自己种的现在3.5倍，但是你买中国生产的，那么你的价格跟以前一样，那你是不是就能够接受了？是不是那就可以接受了？所以在整个状况之下，我们从这个地方发现的是什么？不是他们百姓没饭吃，而是要去明白是他们青壮年是不够的，因为普丁征召上百万的一些民夫过去去参加那个乌克兰战场，那就产生的问题就是后继有没有力去打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按照他们的民力啊，百姓的这个人民的力量去做，那么你去做的状况之下，你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个战场不断的推进，这个其实是变得是有困难的。那一直打下去，那俄罗斯能不能撑得住呢？这是有问题的这个其实后面还是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打下去？打一定是可以打，因为俄罗斯他现在做出来，他自己有自己的无人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俄罗斯他也不做航母了，所以也变成是说他自己的资金有问题，因为他现在维持他现在的所谓的无论是彼得大帝号或其他等等之类的海上霸权，也没有这个实力了。所以说现在变成是说，俄罗斯它的确已经陷入了强弩之末的状态，但是乌克兰本身呢，也已经是什么欲振乏力了。这两个地方打到你后面你即使俄罗斯再弱，它还是有办法推进，但是乌克兰即使再有心，它也很难抵御俄罗斯的推进。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每一天至少可以推进30平方公里是很蛮少的了，是不多了。但是你经不起人家鲸吞蚕食啊。那这个状况会打到什么状况呢？就是当俄罗斯打下了敖德萨。打下敖德萨之后，他就第聂伯河以东的地方那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安全。但是呢，你按照俄罗斯现在的国力你打下来了，你能守不守得住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比起来是什么呢？比现在是欧洲跟美国谁先抽手，谁先抽手，乌克兰一定完蛋。那一定是完蛋了，因为现在乌克兰它每一天所需要去抵抗俄罗斯的弹药，只能满足它真正需求的3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俄罗斯它还是有办法去制造它自己的弹药，而欧洲它没有办法这么多的精力去制造出这么多的子弹、跟炮弹、跟武器去支援乌克兰，因为他们自己也没钱了。为什么？因为很明白这件事情，这2年里面，他们的能源的成本就是这么高。LNG 无论你补了再足，无论你的储存量再多，它的成本就是他妈的高，你不能去跟以前有那个俄罗斯送过去原油一样那么的低，所以说他们的经济过得很好，所以说他们经济已经不好的状况之下，我没有办法再去支持你继续的一直去抵抗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越打他炮火越多，为什么？因为人不多了，人不多，人数不够，火力来凑嘛，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但人数不够，说你只能火力来凑，越炸到后面，俄罗斯他就尽量去少去牺牲他自己的兵，因为他战争初期啊牺牲的太多了，那现在他只能是用火力去掩盖，去覆盖这些战场。那么后来绞肉机的状况之下，变成是说他不仅兵团出去，他自己骑了电驴哦，骑了中国给他的电驴或者是一些机车电动机车啊，他就跑去战场上四处给你打游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乌克兰他能不能撑得久？事实上也不行，因为他已经没有人。俄罗斯是快把人用完了，但是乌克兰已经是没有人。所以到最后，老师估计啊，你一直持续的推进，那么必须要有一个人牺牲。老师目前还是认为泽伦斯基是必须要牺牲的，他未来一定会被牺牲掉。怎么牺牲？他不是流亡，就是突然就忘记呼吸了，因为他不走，那你这个战场就不会停歇。加上他现在在任的那个他留在这个总统位置的合法性啊越来越淡薄了，因为他是因为暂时所停止选举，但是你不能一直停下去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其他人去做？你有没有尊重民意啊？对不对？这个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吧，对不对？那你怎么去做呢？是不是你一直留在上面，那我们打到底啊？那你换人下来，我们可能不用打了。那有些人就会觉得，那我们不如换人，我们别打了吧？为什么？因为八国联军打到满清的北京城也是这个样子嘛。你打到后面，你为什么他不把中国分割起来呢？因为你没办法统治嘛。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八国联军他为什么没有进到颐和园，然后把那个北京抢完之后啊，烧杀掳掠完之后，为什么没有在那个地方直接把中国领土分割起来，然后变成他们殖民地呢？因为你管不住汉人嘛，管不住满人，管不住汉人，当地你经营百姓的成本高过于是说你得到这些领土的利益。对，中国土地这么大，你只管住一个北京，人家从旁边慢慢从都市从农村包围都市，你还不是一样腹背受敌吗？你就没有用。所以说，为什么八国联军他拿到钱就跑了？就是因为你管理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嘛，你达不到好处嘛。同样的状况之下，也是放在这个现在乌俄战场也是一样。俄罗斯他即使打到了基辅啊，他能不能把乌克兰全部吃掉？吃掉也没用，因为乌克兰人他不服你嘛，哪怕之前他们是苏联的，但现在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能够打到第聂伯河以东。啊，把敖德萨拿下来，那已经算是说俄罗斯你能够吃下最高的地方。如果真的不小心被人家诱敌深入，把整个乌克兰都吃掉，那么防守起来就有一点问题，因为你后面会不会有些内乱产生啊？这个就不通而知了。但是这个状况其实在苏联早期时代也遇到过，所以说他有没有这样政治智慧继续，或是他的治国人才够不够去管理这么大片土地，那是抱持一个问号。但是就光目前为止，俄罗斯他所占领的一个克里米亚，他每一年还是需要去补贴给克里米亚很多的钱，有靠着俄罗斯的莫斯科那边输血给他。那么你把敖德萨打下来，敖德萨他要的东西也是很多，因为你要重建嘛。敖德萨现在几乎就成为一个废墟了，对不对？勉强维持最低的一个运行。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问题？这个也是俄罗斯需要考虑的事情。因为你把人家打下来，那么你的粮食乌克兰会不会从这边出口？你让不让他出口？对，你让他出口。那你打下来不等于没打掉，因为别人的船在你这边来去，那你不让他出口，那中东跟非洲那些地方，他们只得到一些小麦，那些粮食就不够了。所以很多事情并没有这样的容易。加上还是一句话，俄罗斯自己他现在没有能力去组建海军，所以他海上力量只能在俄罗斯这个附近啊跟日本打一仗，他可能还是会赢，但其他地方他就很难去变成说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海权里面他有这个强权，因为他航母都不会去做了。那你潜舰你也需要钱，但是现在仗打到他自己快没钱了，那怎么办呢？维持百姓不内乱已经是他非常努力的一个状况了。所以说打这个仗啊，其实我们要看的东西是看他旁边的数据。所以说我们从俄罗斯的马铃薯数据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现在打的状况其实就打一个场面性，慢慢推，他应该也是小心，不要被那个乌克兰诱敌深入，因为诱敌深入啊，就跟日本一样，对不对？
打下了东三省，你就应该赶快把它变成你日本的领土。没有，你就想直接三月亡华。你三月亡华，开玩笑，你三月亡华这种状况之下，你是不是变成是说被蒋介石反蒋义军诱敌深入，然后在旁边再帮你打游击，对不对？蒋介石为大，那八路军打小，那来来去去把你打到乱七八糟。近代史都可以找到这些的，我们这些战争的一些心得跟它一些过程。说我们要去知道，俄罗斯现在打这个状况啊，会对欧洲跟美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打到最后，你欧洲没有力气去支援乌克兰，美国他11月还有选举啊，那个老师强调是明年，他11月还有选举，那11月选举完之后，那你还要再去做，那你那个川普他愿不愿意去做？因为你兴起贸易战之后，兴起这个关税战之后，你跟全球都要收这个关税，那么美国他收到的关税绝对没有办法去抵过他自己国内通货膨胀，还有他们自己的税收减免之后他所损失的钱。说关税是救不了美国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关税来救他国家的经济。那特朗普他觉得可以，那我们就尊重他嘛，好不好？他也不是我的总统，我就尊重他嘛。但实际上他的经济跟他能够支配的钱会越来越少，因为他每一年要还的利息是这么多。他收没有几个月，他就可以知道，美国绝对是没有办法抵抗突出，你有办法去维持他美国国内的经济。说不是一年就是半载，那我相信一年之内还是有其他事情，半载已经出事了，一年之内一定还会再出现其他的问题。这是特朗普他本身的格局就是这样啊，没办法啊，他格局就是这样。那个贺锦丽上来就立刻出现问题，好不一样，好不好？所以有人会说啊，这些事情是不是拜登所留下来的？没有，拜登这个人啊，他是一个 Sleepy Joe 是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啊，人家是挺过了多少次的金融危机，对不对？拜登他是30岁就已经当入国会议员了。他当30岁当国会议员，不是他30岁才当国会议员。各位去理解一件事情 ，Joe Biden 就是那个 Sleepy Joe， 他是30岁当议员的原因是美国规定30岁才能当议员，所以他这个政治实力跟基础跟智慧是很高的。他现在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呢？尽量让他自己完美脱身。所以他得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自己让自己完美脱身，让别人没办法去弄他。现在那个川普想要去动，他只能动谁？动奥巴马。他动不动得了拜登，很难动得了。但是他自己后面要去找替死鬼去扛这个锅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去扛。所以我们在整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的事情就是边角料的数据啊，有时候可以反映最真实的数据；而在战场上真实的数据啊，有时候不能够反映真实的现状。这懂老师意思吗？旁敲侧击也要注意，任何的边角料都是问题。这个事情啊，就像老师以前在拜师在学艺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去学一些啊很正规的经典啊。有一个师傅，他就跟我讲，你看这些东西是很重要。但是你要去注意的是什么？注意你在进门之前啊，比如说我们学风水，进门之前啊，你就在门口的一定的地方啊，你要先闻味道。先闻味道，你就知道他这个家干不干净，或者他家有什么习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武术嘛，三阴命卜相。我说这个风水跟他有什么关系？算命跟他有什么关系？你闻味道就知道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他们自己本身他的一些可能遇到的环境那个都不一样。他说你要注意的细枝末节。你才能够成为大师。你没有注意细枝末节，那么你就只想到那几个关键数据，一些生辰八字啊，或者是什么状况啊，你这个是起不来的。这个是老师给我的老师啊，我的师傅给我的教诲。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老师捧他一拳哈。马英九要去毒还给不然重复使用会变小，这个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我们曾辉兄他可能才知道哈，这个马英九是需要种子的，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一颗菠萝800欧元，一颗欧博800欧元，怎么可能？真的假的？一颗菠萝800欧元，有这个可能吗？这哪一个地方一颗菠萝可以800欧元啊？我操，那我要去那边卖菠萝，比我上面还好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世界的局势就变化成这个样，所以美国它一定会造成它自己的经济的重大危机。胡佛所做的一些事情，它是因为美国已经面临到现在的状况，所以是说它后面才会小罗斯福的新政去延续胡佛的核心，然后再去做，它就必须要10年的时间，你才有机会把你经济救起来。但是按照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你是不可能把美国经济真正恢复到辉煌时代，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世界毁灭掉一次，然后美国是独强，这个才有可能。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可能的面临了，好吗？你的1万元拿到吗？你的1万元拿得到吗？我觉得这几率是有点难了，因为1万元呢必须是说立法院要去申请复议请那个行政院的这个案子否决案子出来复议那强势把它通过，那就有机会。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发1万元的话，那么
可以预见的就是他面子不好看，那他的8月23号他的选的更不好看，说他要么就立刻快速化，要么就捏死了给你看到底，然后再跟你讲违宪，然后他们的他们的所谓的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些释宪案的大法官那边释宪案就会有它的影响在，好吧？好，感谢曲老师，感谢曲老师赞助，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各位去注意，还是注意我们生活有个习惯，你要注意边角料，边角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好吗？好，包含的时候，我有个师傅啊，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师傅，就是我施工了，他去做的时候啊，那师傅就说一进去跟别人讲是借杯水喝，他就跟那个人讲是说啊，你家是有病人啊，我看你这个局啊，你家有病人。那别人说哎呀，原来是道长是神算呐、啊。哎，没有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进去之前就闻到熬药的味道了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有学些中医嘛，他就闻得出来这个药是治什么的，所以就说啊，你们家一定有病人，然后呢，瞥了一眼外面还有药渣，大概就分析出来你们家生什么病，不用算都知道，你懂我意思吗？不用算都知道你家生什么病，为什么？闻了药的味道就知道了。所以边角料有时候比你嘴巴讲出来的更实在的事情，好吧？蓝绿一家亲，台湾应该也是台面下的过招，这个很难哦。其实台湾过去是蓝绿一家亲，那是因为那个在李登辉那个时代啊，哦，他们下面是必须要合作的，但是现在没办法，现在就是世仇。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世仇，你没有办法相信你的敌对阵营里面任何的话，没办法相信的，好不好？没办法相信的，除非你之前是他朋友，你现在还要讲一些情面，不然的话，现在是基本上都是敌对的。所以我们讲很简单一件事情啦，你觉得馆长跟89他们会不会去一起出来喝茶？有问题嘛，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嘛？立场不一样之后，你就是世仇。你要谈什么事情，大家都不会相信你，好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预计9月10日会发，发就好，发就好。我小孩就说他也希望可以拿到，我不知道有没有限年龄呢、啊？补发1万呢、我操，这么大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各位一定要去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中国它兴起了一个叫做雅鲁藏布江水坝的一个倡议，也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工了。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什么严重呢？对中国的经济会有极大的注意。各位，这个东西啊，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做这个基建。但是各位，你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哦，这个所谓的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坝，它并不是说它没有能力去做，因为它的规模是三峡大坝的3倍啊，它是三峡大坝的3倍。但是它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说，它对于西藏的 GDP 啊，西藏地区啊，不是全中国，西藏地区啊，它就有10年下来会有 GDP 150%的成长概率，所以它的一个动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现在中国是一个劳力过剩的一个国家，它不是只有产出过剩哦，它还有一些劳力过剩的状态，因为你中下阶层的百姓啊，它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足够的一些工作让他们养家活口的。但是就光这个雅鲁藏布江啊，它就需要至少在周边省份啊会有10几万的工作需要去做，而在西藏当地啊，就光雅鲁藏布江这个政策啊，他每14个人之间就有1个人可以得到这个工作，无论是做什么的啦哦，他都可以得到这个工作。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变成是说，他第一个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工的问题。你不能说15万在中国基数很小，你不要这么想哦，因为这个是它后面还有带动到了其他的工业，它直接做的一些民工，它就需要这么多人。那你还有其他的供应链呢，对不对？它要投入的资本是什么呢？这个资本啊，是每一年要投入在1200亿到1500亿元人民币。所以说每一年都可以增加 GDP 10%以上啊，这是以上的东西。而且它建成之后啊，它开始运营之后，每一年又可以回收200亿。所以说呢，他们对当地的政府跟他们整体的一些失业率都可以做好很好的一个帮扶。所以说我刚刚讲错了，刚才他的岗位可以增加18万个哦，那稳定运营的时候有1.2万个。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未来西藏的电力，它可以从每度电啊1.7元人民币降到是0.49元人民币啊，所以说它的一些水力发电出来的绿电啊，它其实是很可观的。而且就据他们的估计啊，这个我觉得我对这个我是产生怀疑的，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哈。他们估计雅鲁藏布江所发出来的这些绿电，他们可以供大概2亿5千万的人哦，甚至到3亿人的用电量哦，这个我抱持怀疑了啊！我说真的，那是我抱持怀疑，但是因为我没有亲眼看过他的工程了，但他们的报告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投入的是1.2兆人民币，1.2兆人民币里面呢，还又必须去融资8000亿人民币，所以说它静态回收就要28年。那28年是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会不会亏本？那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哈。就像我们的台湾4大建设一样，你要不要担心它亏本？我讲简单一件事情好了，这种东西长期的东西啊，
它需要就是你有，而你不用买，那就是赚，懂我老师的意思吗？回本速度是一回事，重点是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不用跟别人买啊，这你的自主能力就有了。像老师小时候啊，老师住在永和，你知道吗？永和这个地方在新北市，以前在台北县。在永和那个地方啊，以前我们有一条桥很重要，叫做中正桥啊，现在中正桥也在了啊。中正桥啊，以前啊它是需要缴过路费的，各个人不知道哦。以前我爸骑着摩托车把我载出去的时候，我们是要缴过路费的。嘿嘿，你现在讲，你听了你一定很好奇，怎么可能中正桥过路交过路费呢？那是现在改建了，它之前是有收费亭的。懂我意思吗？以前我小时候看那个拱门，我想说那干嘛的？我爸还说，小时候你载你过来都要缴过路费。然后这会想想，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预计要慢慢的把这个钱收回来，结果没想到没几年他就收饱了，说他就把这个收费亭给拆掉了，然后就变成免费通行。所以说，这个基础建设就是这样，你要先有，你再想回本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要想回本的事情。所以在台湾很多的媒体就是或是一些社群啊，我们的草地颜色的社群就说，中国的高铁啊盖起来很多都是亏本的，你亏本了你去盖，一定会拖垮中国的财政。兄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啊盖了也没用，但是你有的时候，它就是你的生命线。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说我们讲到刚才的社会性技能也是一样。你说我学这干嘛？我这辈子也不会去做水电，我这辈子也不会沦落到去扛冷气，帮人家装修冷气，我也不会去去帮忙炒菜这么低下的东西。开玩笑，我是什么？我是名校毕业的嘞，对不对？我怎么还需要有一天沦落到这个地方呢？无论你是什么中国的985、211，还是什么硕士、双学位，或是博士都一样。当你没工作的时候，你他妈就假赛，就这么简单。就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没工作你才是要支出，你没有技能的时候，你告诉我懂得什么生物微积分没用，人家不要你就是不要你，你懂什么是一回事，你没办法把你的知识卖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你要先有智慧性技能，你再跟我讲你用不用是你的事情，对不对？你就算是一个老总，你今天会学，你有这些生活技能，那么你只跟别人讲，我这个人虚怀若谷，学习孜孜不倦，可以为你加分。对不对？你反正有这个就变成一个名号，代表说我这个人很亲民嘛，那这个不下面的都会欣赏你。所以当你没工作的时候，对不起啊，你立刻就可以找工作。当然，你心态有没有平衡过来是一件问题嘛。说基础建设也是一样，就中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中国如果从他们现在又做的光伏，也包含了水力发电，而且他们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做的就是要脱离东部，就是东部海、上海那些海域，还有他们的那些。日照可能比较不足，还有就是说他们的潮汐，它的一个风浪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他们拓展到西部发电，他们就可以让他们做什么能源开始逐渐的可以自主。说目前估计他们在2035年的时候啊，他们的能源自主率也可以高达90%，90%的电他们能源他们可以自己去供应给百姓。就说我不是一定要去进口很多的石油跟天然气来去发电啊，你开车是一回事啊，或是你要做其他产业是一回事的。我就单说发电这件民生供电这件事情，他们可以到2035年可以完成到90%，但是这个是各位要去想一件事情，那是10年而已，10年的光阴那是很久嘛。我们常说光阴是件岁月，比如说来到我们的阳历9月，阳历9月还没有写，所以大概就是这感觉，懂我意思吗？说当他们那个时候能源这么多状况之下。我们就衍生第二件事情，他们的 AI 技术就可以发展的更加快速。为什么？因为现在包含阿里云、腾讯云或者是一些华为云，他们很多东西都建立在西部。为什么？因为雨没那么多，地震又没有地震，它不在地震带上面。然后什么？空气温度也低。接下来，它如果有电又能够给你做风力发电之外，它又给你一个水力发电。所以他们用电如果不缺的状况之下，他们就可以进行大量的运算。运算越多，他们科技进步的越快。所有科技都是算出来的啊，钱也是算出来的。不要跟我讲说钱你没去上班你怎么算钱有用吗？有用啊！你要知道你花哪里去，你多少钱可以进来，你多少钱可以用。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后面有些节目可以去做的，就让你知道为什么人不应该有小确幸啊。那是一个商人的一个计策而已。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它可以进行大量的运算，而且又比较安全，因为它在内陆地区，你要打它也不容易嘛，对不对？你这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的 AI 技术会因为他们的能源越来越加的强大，加上他们自己还有核融合，他们未来还可以把电力大量的输给国外。那么你只要把电力输送给周边的国家，周边的国家就变成你的小弟了。讲粗俗点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电在你手上，你他妈今天跟他打仗，跟你有些不好的听的事情，他把电关了，你他妈你们家里没电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没有用了，你的机器就完全垮台了。人的科技，所有工业跟科技来自于能源，你没有能源给你就完蛋。但是你自己盖能源也可以，但是贵。那我给你能源，你就直接开了就有电，而且还很便宜。
那很多国家比较弱小的国家，它就等于是说跟中国买是比较快的。当中国不但可以自主发电，又可以把电给别人的时候，它的区域安全就变得非常的安全。在他们 AI 变得非常的发达的时候，那么整个世界未来的霸权，它就非常容易掌握在中国手上，因为科技霸权就是一个世代性的差异，也就是说，像冷兵器跟热兵器的一个阶层度，各位懂老师意思吗？科技之所以厉害，是因为我会你不会的，我用你不会的东西我来压制你。所以说，当你用鬼子砍大刀，怎么大刀砍鬼子的时候，那么别人拿一个枪直接瞄准你，那你有什么用？我们有众生平等器嘛？你懂老师意思吗？说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不是八旗兵勇很懦弱，他们再勇敢也没办法打得过日本的铁壳船，它就是科技的力量，科技跟工业的力量。而科技跟工业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就必须要有能源。还是一句话，能源。你会做电池，但是你没有电，那有屁用？懂我意思吗？你会做电池，但是你没有电了，你搞毛？现在美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他们的能源产业建立在火力发电上还有一些核能上面，所以它并不是这么纯粹。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能源产业也在私人的资本家手里。资本家他要什么？将本求利，他就不是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的繁荣而去盖的东西。资本家他就是资本家，我们不用批评资本家多黑心。你今天他是个公司，他就是为了 make money organization， 他就是一个为了赚钱而产生的团体。没有什么样的争议，我们不能说资本家是邪恶的，是不对的。谁嘛？开公司不是为了挣钱嘛？我他妈开算命馆，我就为了就是挣几个算命钱嘛，对不对？我做 YouTube 我就赚几个广告钱嘛，是不是？开课就是为了收几个学费嘛。孔子都得收数序了，对不对？那我凭什么不收钱？资本家也是啊，对不对？所以那些资本家在美国，他们掌握了水利跟电力的状况之下，那么他就不是为了国家发展而进行，他就可以用他有利的方法去进行。但是其他国家不一样，比如台湾台湾台电台电我不谈了谈了自己到时候被出事不好。就说在中国，它的电力跟水利所有任何的基建都基于政府的规划，土地地方的是一定要的比如说这次做雅鲁藏布江的水利发电，它就需要拆迁，所以西藏那边又出现一大堆拆迁的二爷，对不对？就发大财了，因为他拆迁。那你要进行拆迁，因为它会你为什么拆迁？盖水坝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水坝你盖起来，你要拦住那个雅鲁藏布江。你盖雅鲁藏布江把它拦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旁边的地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一片的那个湖泊了，懂我意思吗？它会改变你的地貌了，所以说你周边的一些村庄、小城镇，那就会被征收。那征收就是很多人就发财了，嘿，从西藏发财。西藏人永远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竟然可以靠拆迁发财，对不对？现在就给你等到了。现在在深圳你可能没办法靠拆迁发财，但是你在西藏。你就可以靠拆迁发财了。你现在去西藏买房子来不及了，他们已经该发财就发财了，好不好？已经在拆了，那也是一大笔钱。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到，你整个区域里面，你需要就是你的能源跟你的决策度，你要非常的长远。说像这种主权比较统一的政权不容易更迭的，我们按照实务来讲，它就可以把它做得很长远。当时在蒋经国那个时代，他也没想过那个所谓的这个政权会轮替的。我说白的吧，那战乱时代，谁又想心思想这么多？顶多想像美国这样，好像换来换去都万变不离其宗。谁知道换来换去现在都出事，对不对？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说蒋经国他没有够高瞻远瞩什么的，不行，因为时代就是造就那个时代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在中国这个状况之下，它有了能源，它有了电力，它有了所谓的一些科技霸权的时候，透过这些不断的 AI 去运算，它再次不断的超越的状况几率是很高的。因为人要休息，人要加班，人要娶老婆生孩子，会有一些什么霸气总裁拜到老神爱上我，或是总统爱上那个川普总统爱上身为在白宫保洁的我。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需要去在乎，因为人嘛，人都需要七情六欲的，但 AI 没有。他就是一方面把事干好，然后毁灭人类，有没有了？毁灭人类是我讲，但是我觉得他总有一天会毁灭人类的，因为我的推背图已经讲过了 ，AI 会毁灭人类。那时候事情我们都不管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现在我们要知道，就是中国现在要从能源从依赖进口到绿电主导的一个转型它就不需要去烧，也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它是双角度去走。第一方面，它要有绿电，绿电很简单，首要就是核电，绿电最第一个首位一定是核电，因为核电是最干净的电，这个是很现实的。你跟我讲说太阳能是干净的电，那个不现实，因为太阳能板本身就是高污染的东西，再加上你要去洗太阳能板，你也得需要纯水，那个是不是水利的浪费？
但是而且你加上你去改变了一些地貌，比如说你把它遮起来，下面养羊，那么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当你这边本来是沙漠，本来是不毛之地，然后现在突然可以放牧了啊，突然可以找绿地了，那么就有地方，甚至可能不用离你太远的地方。哦，像中国境内就有发现到有些地方啊，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开始有些地方是更加的干旱。为什么？因为水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喝的每一滴水都是恐龙的眼泪跟那个长毛象的尿都有可能的，因为总量是不变的啊，我们总量是不变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你就会改变到一些事情，但是核能不会啊。核能就是说你就是生产出来了啊，它热能就是不断的产生，所以他们有核融合的技术，就是模拟太阳的一个技术。那它有绿电，它又有这个核融合的状况之下，它的科技只会爆发式的成长。清朝为什么没有科技大爆发的成长？除了政治制度之外，再来就是他们工业不行。为什么工业不行？他妈的，他连点灯都得用煤油灯的。你告诉我说他科技怎么发展？那不可能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说美国会发展的好，英国发展的好，那是因为他们有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是只有工艺的进步，而是他们最主要是能源的应用。当能源应用的状况之下，人就掌握了上帝的权柄，我们就可以开启了有机械的运作。机械的运作为什么比人强？因为它有能源，它不用吃饭，它吃的是电跟油嘛，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谁能掌握能源，谁就是未来的科技霸主，这个是铁的定律。你不能只看现在的半导体或现在的软体工业，或是现在的光刻机在谁手上，你告诉我它是可以掌握这科技霸权的，不是。你要让这个机器运作，你他妈得有电，你要有电，你就必须能够发电，电从哪里来？你科技从哪里来？所以当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导人跟我讲是说，我们台湾不需要核电的时候，我就知道台湾完蛋了，因为你铺天盖地的盖这些光伏板、太阳能板都没有用。你没有更强大的电力，甚至远超百姓所需要用到的电力，至少2倍。你要百姓的电要能够说超出百姓所需要的电的2倍，甚至1.5倍，你才能够诱引别人来我们台湾去开高科技厂。因为高科技它用的就是电，用的就是电。你可以让他说你不能高污染，但是你得要有电，你没有电是不行的。那如果电多了，那电价就便宜，电价便宜了，那么我们百姓的物价就比较不会涨。像日本它可以维持这么久的原因，除了美国的政策之外。这当然还有他们自己过去是可以在他们能源是有办法是说维持一定的价格，所以他们就可以维持这样的物价，但现在不行他们这进口物价跟他们的能源来源的管道都大涨价，他们也不行。台湾更不用说了，你怎么发电？你告诉我台湾可以用光能发电，我觉得这是跟我好小什么东西？台湾能用的住的地方都不是很多了，你告诉我你可以去发电，然后呢你还不怕台风？怕不怕？现在不就怕了吗？说不这一次就打回原形了吗？钱花掉了谁去花？谁去补？那不是我们去补嘛？我们每次都有缴税啊！你不要跟我讲有缴所得税的还交税。我告诉你，你每天吃饭买便当的他们都在缴税的，懂我意思吗？商店在缴税啊，你去 7-11 买一个饮料，你要缴税，一在缴税5%就固定的嘛，对不对？还有17%的营所税嘛，对不对？都得要的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只在于是说大数据的报告，注意边角料，我们才能够一些消息进来，我们才能够窥视到你真正事情的全貌。因果关系，任何事情发生必有它的原因。无论你是学风水、学八字、学任何东西都是一样，什么事情的发生必然有它的原因。那你会发生这件事的原因，它前面它这是另外一个原因的果，因果之间它是共识的，因果共识的。你做什么事情一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别人的因，好吧？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的直播差不多到这边，我跟老师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馆长很懂风向标。亚江分批建设，工程在他们那边就开始准备开 TV， 对呀、对不对？那个你这开玩笑，那边一定很挣钱的，好不好？犹太人支持多都可以哈。云上贵州那边电瓶也是一样哦，西藏一直谁发财又爱发电哦，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知道台湾其实基本上未来是没有什么路可以走的你有能力你就想办法吧，好不好？你要留在台湾像老师在家庭在台湾嘛，我也跑不到其他地方去了。说真的，我也跑不到其他地方去，那就只能说我们就多学一点吧，对不对？你年纪比较大一点的，35岁以上，你除了社会技能之外，那你以后想在亚洲华人圈生存的，你跟老师学一下八字嘛，学风水，学八字，那么你到华人的地方，你都有饭吃，对不对？你这个很现实的东西嘛。你会这2样东西，就是都一样，你就有饭吃，多不多我不知道了，看你技术，这也是一个技能，好不好？老师的技能就有一个好处，打个广告，老师的技能就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你做到80岁，没有人会辞退你。你教水电的手会抖，你就要怕你修不好，对，你扛冷气你扛不过我80岁，但是你80岁说你会算命，我告诉你，你算的好不好是一回事，别人都觉得你很厉害，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啊。有时候武术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做一辈子，你只要有人的地方，你就可能会用你啊。这个学老师的技术是既便宜啊，老师也很认真在教啊。那各位好好的学，好吧？有兴趣学的，赶快八字班都已经教完了，你赶快去报名八字班，也很便宜，好吧？别人算其实是很贵的。啊，别人真的教八字，他是很贵的，没有我这么便宜的啦。啊，风水班现在也超便宜的，好不好？我在更新到12集的时候，10集或12集，我他妈一定要涨价，好吧？这么便宜的事情呢，我怎么养老婆小孩呀、对不对？给点活路吧，好不好？好，感谢大位今天的收看哈，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继续更新，我们下周见。突然词穷了，靠！一瞬间词穷了，哎呀，虽然没人跟我抢，但是我还是按一下。好，大家晚安。